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侯明昊娜扎番位起风波，娱乐圈番位学到底谁有多深？域名茶股刚开机，侯明昊和娜扎谁该一番就炒上了热搜。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起番位争端了。在此之前，竹玉张凌赫、田曦薇花式官宣避开番位问题，岳林起计开了鞠婧祎、曾舜晞、陈都灵、田家瑞四人平番的先河。陈星旭、卢玉晓的粉丝也因为亚系番位产生摩擦。不知从何时起，番位之争演变为博弈战场，尤其在女频 IP 改编剧中，一番归属成为争议高发区，折射出市场对主演商业价值与叙事主权的双重争夺。谁是一番？域名茶股刚开机，就因为番位问题闹上了热搜。本就激烈的粉丝争辩，在娜扎经纪人发声后，又吸引了不少路人加入讨论。争番年年有，侯明昊和娜扎是其中比较值得讨论的例子。一方代表着数据、流量，另一方则是剧本、价值观，天平偏向哪一方，似乎都有理。侯明昊当一番，我理解的是因为主创更看重播出成绩，带不带量。制片人孟锦认为，论实际，与娜扎相比，近几年有代表作的侯明昊更适合承担一番。根据云和数据，侯明昊近3年播出的3部一番剧中，《护心少年》《白马醉春风》热播7集均都刚破2000万，《大梦归离》则是1803万，而娜扎主演的《雪鹰领主》集均1281万，《恋恋红尘》《风起西周》都未达到700万。平台看重数据已是公开的秘密，饭圈也爱用实际证明演员的扛剧能力，所以就这一项指标而言，侯明昊更占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并不绝对，相对娜扎而言，侯明昊或许能占的优势，但对比同期95生，这个实际略显普通。再加上前期预热时的女尊 1v7 标签，已经让域名茶股打出知名度了。于正曾不止一次在微博中提到该剧的关键词是女尊、雄竞，还用了女凝视角之类的表述，而这些也正是近几年爆款剧的关键词。加上域名茶股作为原创剧本，并无原著参考，所以接收到这些信息的网友们，很难不先入为主，联想到同样关键词的墨雨云间、长相思等，以为这些概念反映了主线故事。如此一来，按女尊文的结构，娜扎饰演的茶王之女容善保就应该是核心，符合传统一番角色的功能性定义。但结合后续释出的剧情介绍来看，此举似乎只是通过预设话题标签提前锁定目标受众。这种概念先行的宣发模式，虽能快速建立市场认知，却容易造成宣传定位与剧本内核的叙事失调。感觉 1v7 只是噱头。编剧连翘告诉虎场娱乐观察，他搜索了网上公开信息对域名茶股的介绍后，认为戏剧核心并不是宣传的女尊雄竞。豆瓣资料页的剧情简介显示，年轻状元郎陆江来上任淳安县令后屡破奇案，却因卷入一桩杀妻旧案，从官场新星沦落至绝境。濒死之际，幸得茶王之女容善保搭救。戏剧矛盾是从侯明昊饰演的陆江开始，让戏剧核心成为一番。除非特殊情况，通常来说是没争议的。编剧连翘说，女频历险，女频剧的番位归属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引发热议了。自花千骨开了先河后，女频 IP 影视剧变身男主一番剧，商业逻辑压倒叙事逻辑，就成了常规操作。天盛长歌尽双成，且是天下长月尽明皆是如此，更别提大批言情 IP 改编的现偶。待播的御赐小五做二子夜归，矛盾点都体现在剧名，小说名中了，前者是从女主一番改成了男主一番。被吐槽该改名御赐小王爷，
后者改编自标准女频文《梅夫人宠夫日常》。影视化后，不仅丢了原著名，女主的一番也随之消失。审美升级的观众对此并不满意。女性观众既是消费主体，又对女主的主体性有着强烈需求，这也在倒逼制作端反思此前因部分男流量具备招商议价能力而做出的女频 IP 男主一番决策。事实上，业内早已有所行动。2019年10月，三大视频平台与正午、华策、柠檬、新力、慈文和耀客6家影视公司发起联合倡议，其中就包含抵制无理争番位。可即便如此，争番事件依然屡禁不止。多位制片人告诉虎场娱乐观察，在番位谈判过程中，总有特殊情况。按理说，男演员在女频 IP 里抢一番就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那个剧只能用一番做筹码，敲到合适的人选呢？制片人 Sally 透露，某部番位争议闹得很大的古偶就是类似的情况。选角定人时，出品公司想邀请高人气、形象适配的男流量担任一番，以此为置换条件，敲定了演员的档期。签约时，男主自然也按之前的沟通是第一顺位。然而，女主团队签约后并不满意，认为从种种角度来看，自己都应该享受一番待遇。真的有人是签约的时候明明没意见，进了组开始闹着要一番的。制片人和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性别颠倒。该男演员在签约进组后突然提出要平番在前，制片人也不可能让原定的女演员让出一番，多方僵持不下。如果一个演员老是出现番位争议，那就是艺人个人问题，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按呵的说法，频繁的番位争议实质上反映了行业信用体系的缺失。绝对一番，了解内情之后，再看市面上的男主一番女频剧，就不难理解其中的缘故了。有的是因为制片人的信任和偏爱，有的是女演员格局大不愿意争抢，有的是为了绑定男流量方便过会。有时候番位谈判的底层逻辑变成了资源置换，有时候又因别的利益牵扯改变一番归属。确定番位的评估体系总是出现漏洞。问题不断暴露后，一番执念太深的艺人和项目最终招致恶感。久而久之，定番位也成了制片人们的一门必修课。有演技，有数据，有代表作，同时又是故事的核心，这就是我选一番的标准。制片人孟锦觉得，如今内娱选角普遍论实际不论故事，这并不符合自己对影视剧的理解。制片人阿吹则更加直接，如果一个项目能定 XX 演员就能平台过会的话，这个项目一番就是 TA。 换句话说，平台过会保障已是绝对一番，资历太浅的还没获得入场券。困在一番里的只有不上不下的流量们。阿吹的观点也和近日流传出的6大过会保障演员对上了。如果能成为过会保障，那必定也是毫无争议的绝对一番。爱模型分析显示，关于6大过会保障演员的讨论，近期在微博等社交平台引发热议。根据多方信息汇总，目前流传较广的名单包括赵丽颖、杨紫、刘亦菲、张若昀、胡歌、肖战6位演员。很多制片人虽然并未接触听闻这个隐形共识，但就论6大过会保障演员，也会提到以上名字。这样的高度重合，也印证了行业内头部艺人已形成马太效应，其市场信用背书可显著降低平台决策成本。我觉得扛不扛剧，保不保障，不是拿着剧圈顶级编导班底去体现的。制片人孟锦还提名了白鹿、鞠婧祎2位女演员，在他看来，她们都是小成本起家，一步一步靠自己演上 S 级，当上一番的。不过，所谓6大过会保障演员名单，
本质是平台与制作方对项目抗风险能力的一种量化评估。也有制片人不同意过会保障、绝对一番这些说法。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绝对的过会保障，有代表作就意味着贵，太贵的现在也过不了。制片人 Sally 透露道，哪怕请不到绝对一番，也最好避开唯爱一番。6大过会保障演员可能是什么我不知道的高级机密吧？我倒觉得现在应该先选6个爱争番演员。任职于某视频平台的制片人呵呵说，如果真要评选6大爱争番演员，想必大家心中也有几个备选吧。